搞定了，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真的没问题啊？今晚所有的监控和电子设备都会变成篓子和匣子，门禁的密码我会发到你们手机上。兄弟们，干活！这个宝云珠宝，白天的时候咱们同事去走访过。这家店呢，在一个高档写字楼里，无论是保安还是安防措施都非常的完善，从来没发生过盗窃事件。他在写字楼。其实有一点我们都知道，就这个疑似目标越是依赖清安的安防系统，这个贼就越是有可能得手。这个写字楼监控多，保安多，人员流动大。如果目标是宝云珠宝的话，他提前一天混进去，直接藏在一个配电站里，等安保系统完全失效之后，他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完成盗窃。等他得手之后，再原路返回，躲回到配电箱里。等到第二天上班，他就穿着维修工的衣服，可以堂而皇之地走出大楼。不对，这个宝云珠宝和之前的德普资本很像，它在高档写字楼里，所以它不是一个门市店，主要经营的是宝石的进出口交易。平时公司里根本不会放一些贵重物品，展示的也都是样品，不值钱。所以我不是很同意您的观点，我觉得目标也可能是龙湖百货。这家店每天的流水额光现金就有100多万。每天营业结束之后，会计会清算当天的款项，会把所有的钱放到3楼财务室的保险柜里。第二天一早，这个银行会派押运车把这些款项都给运走。如果遇到周末，运款的时间会变成周一，也就是说，周一运送的款项是周五、周六、周日3天的总和，至少有400多万。今天刚好是周末。所以我认为，龙湖百货更可能成为被偷盗的目标。浩子，还是先通知这2家加强安防，以防万一。嗯。喂。陆队，我上网查过了。好。不知道对不对？有很多家公司都有被盗的风险，但是从地理位置、盗窃的价值，还有逃跑难度来说，符合条件的其实只有2家，就是龙湖百货，还有宝云珠宝。好。你请继续。我了解到，龙湖百货这2年的营业状况非常好，他们的营业额每天都上达100万，而且相当一部分应该是现金。加上周边的地形复杂，人员流动大，所以非常符合贼的下手条件。所以你的答案是龙湖百货？我有点拿不准。什么意思？我在网上查过了，龙湖百货楼下的那家百货超市
每天的营业时间是到晚上9点半，但是我估计啊，他们的会计每天去计算他们的营业额，怎么着也得到次日凌晨。而每天运输蔬菜和货品的运输车，最迟在凌晨2点半的时候到达楼下。这个时候超市是关门了，但上货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做准备了，所以单从这点来看，留给贼的时间太少了。而另外一家宝云珠宝，它虽然各方面都非常符合贼的下手条件，但是它并不是一家门市店。按道理来说，应该不会在门店里面放一些贵重的物品，除非有非常贵重的物品临时放到这家公司。这就说得通了。哎，罗队，你是不是在办案？没有啊。哦，那我就先挂了。好，再见。我来核实宝云珠宝近期有没有贵重物品临时存放。我在核实龙湖超市的营业和运输时间。等一等，宝云珠宝安保升级是在8月，龙湖百货升级是在3月。宝云珠宝在半个月之内忽然做了一次安防系统的升级更新，请问2位这是为什么？验证成功。走，进。干嘛？大哥，你能不能快一点儿？你上厕所你也能快第一出世界纪录了吧？催什么催？腿麻了。大哥，真等不及了。来了。快，慢点。好，我知道了。贝克找到了吗？老马和大师马上就到。另外，宝云珠宝的负责人我已经联系上了。1周前，他们确实进口了一批价值1000多万的南非原钻，目前就存放在公司财务室的保险柜里。宝云珠宝附近有咱们的人吗？调度中心已经通知附近巡查的民警，现在应该到。怎么了，警官？有什么事吗？你们到这今晚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好，今天我们队里人手不够，除了值班的人之外，都叫上往那边走，带上武器。明白。罗队，喂，您这情况怎么样？我这边没什么异常的。好，那就不用盯了。这样，我们这边缺人，你们过来。我给你发地址。好，我马上过来。痛快了。胖子，你赶紧回去睡吧。不用，我明天还要陪你出院呢。文姐，你也早点睡啊，我是扛不住了。我先睡了，晚安。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也看到这东西我就怵得慌。你不看他不就完了吗？我不看他，他看我。什么呀？怂样，走。哎，傻人，样品假的。走。
别傻了，走啊！我让你看。这是一道死活题，看起来不忍险象环生，但也有可能是绝处逢生。有人！大哥，我就说他们能看得见吗？给我闭嘴！你们到了没有？情况怎么样？罗队，我们在宝云公司门口，没发现什么异常。好，我们马上也就到了。你们先观察一下周围情况。没什么情况啊，去那边看看。好，走。小子，老吴，哎。
宝妈，罗队，攻击位置找到了，在哪？就在运营场莲花路的福康家园内。这小子真够狡猾的，居然嵌套了那么多的加密通道。找到就好，那就走。哎，大队的。啊，稍等啊，到这。嗨，罗队。大队你好，这一段时间一直被这帮贼牵着鼻子走，从现在开始，被动变主动，必须把他们抓住。明白。马哥，来，把定位发给我。人几个，跟我走。是。您放心，我们物业会全力配合你们的。好的，那辛苦你们了，平时要加派人手，哎，好，加强巡逻。好。罗队，哎，这是我们物管中心的蔡主任。啊，你好，接到通知以后我们就赶到了。老蔡，哎，黄经理，你来的正好。罗队长，这就是我们宝云珠宝的负责人黄经理。哦，你好，黄经理，你好，我罗坚。那咱们边走边说。啊，行，来这边请。哎，宝云公司啊，在30层，我们青云大厦东西南北各有2个出口。你等一下，一共是8个出口，对吧？啊，现在是晚上的时间，其中4个紧急出口现在是封闭状态，只要那伙人现在还在大厦里，就肯定跑不了。另外，我们保安队已经集结完了，随时替您调遣。咱们的人啊，自行分成5个组，一组跟我，剩下其他4个组。这样蔡主任，辛苦你带着我的同事们把这4个出口全粘住了。好的。啊，你带我去宝云。来，跟我走。这个简单。陆队长，我刚仔细想了一下，我觉得好像不太可能吧？什么意思？你看，我们现在用的是最先进的安防系统，半个月前我们还升级了一次。别说是人了，就是一只老鼠进来，我这手机也能立刻收到警报。大哥，开了，对。这个。嘿，我就说嘛，没什么异常，肯定是搞错了。您看我们这探头，360度啊，无死。哎呦，坏！我们先进。哎，保护现场。我的钻石，几千万呢！先带他离开现场。好。
王经理，你先冷静点啊。腐蚀液还没干透，应该就是刚走。各组。A 组收到 ，B 组收到。宝云公司确认发生盗窃案，人应该就在大厦里，还没出去。你们现在各个出口把必要的人手留下来之后，其余所有人逐层排查，遇到可疑的先控制起来。明白。大厦里能藏人的地方太多，光是排查每一层的楼梯间就得派一队人，还有储藏室、卫生间这些地方，所以我叫了增援。等增援到了，咱们就行动。那就来不及喽。明白。大厦的监控系统跟庆安没有关系，我派了人正在查监控，只要是贼还在这座楼里，就一定能找得出来。另外，我还派了一组人在1楼大厅里，随时机动。怎么了？整个通风管道从上到下四通八达，另外还有走线用的各种专业管道，所以各个楼层里面的公司，包括地下车库、配电室，还有人防物资库，基本上都能到达。都能到。哎，各组注意，盯紧这座大厦所有通风口连接单位，包括配电室、卫生间、人防物资库、地下停车库，所有能藏人的地方全都查一遍。收到。庄文杰，你就是丁生火派来的。
这不是你的东西，给我。可以，但你得先告诉我真相。什么真相？丁生火跟我说，有人会来找我，告诉我12年前的真相。庄耀柏是死是活？你爸是死是活？丁生火这么跟你说的？有些事儿，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你想反悔？这是你和丁生火的约定，与我无关。给我。站住！别走，把话说清楚。12年前的事，就算我告诉你，你又能怎么样？你知道的越多，不光你有威胁，你身边的人也会受到牵连。今晚我就当没见过你，别掺和进来，下次没那么好运了。警察，别动！我去！警察，站住！站住！站住！别跑！站住！哎，动动啊，咱别停啊！哎，走着啊，下坡慢点，别磕着啊！走走走走走！别这，我跑着退！别跑，别走追！你来追他！卡住了吧？这边是死胡同，您换个道，原路返回。要不然您就往后倒了，您从哪个口出来，我都接着您，行吗？松动啊！老大，我出去啊！
出来了。哎，你有充电宝吗？罗队啊，咱们这折腾一晚上，怎么抓的都是一帮蠢贼啊！罗队，先收队了。罗队，哎，都找着了吗？全在这儿呢。还有这个，回去仔细核对。好。大志，哎，罗队，黑客逮着了。好，马上突审。来了，小孩来了。这个治疗是重要啊。哎，妈妈，我昨天给你的摩斯密码，你破解的怎么样了？我也着急呀。在敲打这部分信息的时候，嫌犯调整了坐姿，摄像头无法拍到他接下来的动作。当然，也不排除他是在故意躲避摄像头。还有啊，有些动作确实太细微了，我已经把镜头放到最大了，还是看不清楚手上的动作，所以目前破解出的信息不完整。你这样，老马，你先跟我说一大概，因为我就想知道他到底跟庄文杰说什么。出租车。走。你不想，我怎么？12年前的基础，当年你爹把我都这样的？你知道就要1号晚上12去更衣室取诉你的一切，但药只有48个小时，如果白了，喊一句没了。你这是什么乱七八糟？这个信息缺失太严重了。唉，是啊，都是些碎片信息。所以我想把它拼完整了再给你，否则你也没用啊。哎，罗队。哎，我在。这样，老马，你把现在所有已知的翻译出来这些信息，你发我手机上，好吧？好，辛苦。如果白了，喊一句丁少华，你混蛋！文杰，你听我说，你冷静点啊！划我是什么？你是不是划我？庄杰。1号晚上12点，这都过了。耗子，去趟医院，找那小子去。对，反正也顺路看一眼。喂，双，通知队里弟兄先审着，我们待会儿再回去。好嘞。师傅，麻烦快点。兄弟，就你这样，我也慢不了呀。这咋了？掉沟里了？没事吧？这个你去接一下电话，我这配着药呢，你去接一下吧。没人接。喂，喂，再快点。
先把这个病人的情况记录下来，等一下见到值班医生，再具体的了解一下情况。我先上了7楼。好的，曲医生。我锁上了呀！怎么回事啊？门锁住了，锁住了。你去取钥匙。行。怎么回事？我们查房里面锁上了。怎么会上？我也不知道啊，这医院规定病房门不能上锁，这病人怎么回事啊？哦。庄文杰呢？我真把电脑还回去了。我问你，庄文杰呢？那时候罗队，你们怎么来了？我们刚才敲门敲那么大声，你没听见？我刚才洗澡呢，可能没听见。病房门不能锁，这是医院规定，你不知道吗？不好意思啊，我下次不锁了。行行，你赶紧过来吧，我给你测血压了。罗队，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吗？你这么晚怎么就不能来找你了？看看你嘛，大半夜洗澡不关窗户，等着感冒。
哎，你今晚干嘛了？是做运动了吗？没有啊。那你这个心跳和血压怎么都高了不少啊？可能是刚才洗澡的时候水温有点高。刚洗完澡，血压高点正常。哦，查完了。你们也不要聊得太晚了，病人需要休息。辛苦你们。没事。还有什么事吗？我给你出那题，啊，你批改完了？满分，超赞。那就好。我们看着你都好，那就好。行，有时间再过来看啊。嚯，你这手机碎的？哦，刚才洗澡的时候不小心掉地上了。洗澡你带什么手机呀？啊，好了，确定电脑还回去了啊？还回去了。吓死我了！我以为来抓我的，憋了一泡尿，一直没敢上。怎么回事？我们查房里面锁上了。高爷，真把电脑还回去了。我问你，庄文杰呢？罗顿。庄文杰和丁胜火那天晚上肯定有猫腻。罗队，你刚才怎么不直接问他呀？有证据问我，没证据瞎问什么呀？这丁生火都打摩斯码给庄文杰传信息了，这还不算证据？谁能证明说庄文杰就看懂了？谁又能证明说庄文杰不但看懂了，而且还按照人家的意思去做呀？那咱们可以再审他一次呀，审一次丁生火，是吧？他给庄文杰传摩斯密码，现在咱们有证据了，咱们就把监控视频还有这破译的结果往他面前一摆，看他还怎么狡辩。审肯定还是要再审的，审了他也不能承认呢。除非庄文杰他能够自己指认，或者说咱们能有什么证据证明一下，他接受了他的指使。又绕回去了。罗队，你怎么老护着那小子？大志，哎，在路上了。你让弟兄们先把他们提到审讯室吧。啊，分开啊，分开，一定分开啊。我马上到啊。先别想庄文杰的事了，大志那边准备好了，就等咱们。
东西不在，是个空箱子。会不会苍蝇摆了我们一道，拿了钱不办事？丁生火说过，苍蝇是最懂规矩的人，他不敢这么干。那就是说，拿东西的时候，庄文杰也在。他怎么会在那儿？不清楚，但他以为我是老丁派过来的，所以我估摸着，会不会是老丁让他去的？难怪，老丁不知道你一直就是我的人，所以想要借你的手来除掉庄文杰。庄文杰说什么了吗？没说什么。真的吗？可别瞒我。真的，我根本不知道他会出现在那儿。要是早把今晚的交易地点跟苍蝇改了，不就没这些问题了吗？苍蝇只跟丁生火单线联系，张文和红魔只有苍蝇能做。地点也是他俩早定下来的。那老丁要是全招了，会不会破坏您的整个计划？放心，他不敢。他当年，即便全招了也没关系，他知道的也只有这么一小部分。要不，我再想办法把东西从庄文杰手上拿回来。不用，先把东西留给他吧，用备用方案。很为难吗？我知道风险很大，但是时间紧迫。不，就按您说的办。只是我希望您不要忘记我们之间的约定。放心吧，我会信守承诺的。来，排队进来。第一名站这儿，依次站好。站好，把头抬起来。好好看看吧，有没有胁迫你的人？不是，这怎么看得出来啊？摘下面具。这回再看看呢，有没有？不认识了，没见过。还是没有？能肯定吗？身高就不对，那个人矮，不超过1.7米，挺瘦的。我们这个5个兄弟，之前干啥的都有，盗墓、偷个车、
油门撬锁。哎，可是我们有规矩啊，这穷人绝对不偷。你们还有规矩呢？说吧，那个人是怎么联系到你们的？电话，说是有单大买卖要照顾我们。说实话，刚开始我们压根儿就不信。不信？为什么？我们刚放出来，道上也没几个朋友，怎么就遇到这么好的事儿呢？后来怎么又信了呢？新闻啊，他们打电话给我们说先等着看新闻，说是要干票大的，先打个样，就是那个挺出名那个作家，哎，你们应该知道的呀，他是叫贾金岩吗？对呀，我们一看，好家伙，这么厉害！当时我们答应入伙，一起干。那人长什么样？有见过的吗？没有，都是我大哥电话里定的。具体的都不知道。警官，我是真没见过这么大买卖，连人都没见过。能在电话里解决的，绝不见光。这是我们这行的规矩，对双方都好不是？那你们偷的这些钻石打算怎么卖出去啊？据我所知啊，这种来路的珠宝很难销赃吧？谁说不是？我们这哪有这路子呀？那个人说了，给我们500万呢，让我们拿着钻石给他，他有路子销赃，3天后交易。说是定好了，给我们打电话定地方。他跟你是这么说的？那还有假？我们可不敢欺骗政府啊！警察同志，你们得相信我，我真的是被胁迫的，我也是受害者呀。你是不是被胁迫呢？这事儿我说了不算，这是将来法官考虑的事情。说你非法入侵他人电脑系统，协助盗窃，这2罪并罚就得5年起步。这事儿又弄这么大，我估计得7、8年。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现在谈话需要想的东西。我现在只关心一件事儿，说这个人到底是谁？你登录我的云盘账户，里面有一个音频文件，我偷偷给那个人录了音，存到了云端。他虽然戴着面具，但声音骗不了人。把他带去。是。怎么样了？我需要时间，他们速度太快了，我还需要时间。时间要很多，但你的已经不多了。人这声怎么听那么怪？他是用了变声器，不过没关系，我电脑里有专业的音频软件，我可以很快把它恢复。马上。怎么样了？我恐怕完不成啊。时间有很多，但你的已经不多了。这案子越来越有意思了。贾金岩保险柜失窃案、宝云珠宝盗窃案、庆安安防系统被入侵案这3个案子，现在经过我们查证，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很有可能是一拨人或者是一个人在幕后主使，并且胁迫他人犯罪。所以现在我们决定这3个案子并了。这个幕后主谋真够狡猾的，3个案子环环相扣，最后目标是钻石。他不是说这个3天之后交易吗？咱紧盯着这条线，顺着线索就能把他揪出来。你真觉得他是
目标只是钻石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得手之后为什么不马上交易或者藏起来？夜长梦多呀，不怕黑吃黑被人吞了。而且我们看啊，他逼着这2位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动作，那说明他很着急啊。那一旦得手的话，怎么又不着急了呢？不是很奇怪吗？那如果说这个最后目标它不是钻石，那还能是什么？我觉得呀，他提供了一个线索。他说他曾经单独操作了一段电脑，为什么？如果说只是想删除这个入侵痕迹的话，直接让他干就完了。为什么非得是他？这是幕后老大呀，而且还背着他干这事儿。他干了什么？我觉得这事儿是有意思的。所以罗队，您的意思是，可能这个女贼在庆安的系统中还动过其他手脚？你这个解释很有可能是最合理的，但是他在什么地方动，以及动了什么东西？那这样，罗队，我再带几名技术人员去一趟庆安集团，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所有系统中被篡改过的痕迹。小叶，这样，带着他，你们去只是从防御筛查的角度来做。这位是攻击过庆安安防系统的人，他能最快的、最有效的找到入侵路径。明白，罗队。好吧，没问题。哎，稍等，怎么了？罗队，庄文杰要出院了，他现在跟孙志坚正收拾东西呢。医生怎么说？我问了，同意了。现在正给他办手续呢。行，出了吧。哦，那您之前交代我的，让我多照顾他，我还继续吗？先不用，你回来吧，这边缺人手。好，明白。等等，现在你也出院了，回去赶紧把功课补上。在学校要是遇到什么问题，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这段时间感谢您的照顾。客气啊。行了，我回队里了。走吧。等一下。您看我们这拿着行李，这也不好打车，能不能送我就叫车嘛，咱网上约辆不就得了，不用麻烦警察姐姐。从这儿到学校打车费很贵的。哎呀，还真不好叫车啊，是吧？哎，警察姐，你看，10几辆排队的呢。哎，行了行了，送你们，行了吧？谢谢，谢谢警察姐姐，谢谢。生物师。那你们操作，技术问题我也不太懂，我就出去了啊，你们盯住了啊。哎，罗队长，在这儿等就行。哎呦，偏麻烦了啊！哎，不麻烦，来，请。好。喝点什么？茶就行。好嘞。孙总，你这个不保密吧？哦，这个呀，公司的宣传册随便看。哎，包不放后面？没关系，我自己拿着就行。走吧。哦，你们集团是除了一个总部之外，还有3个分公司。啊，对对对，分别是庆安智能、庆安卫达，还有庆安物联。卫达是
主营哪一块业务？哦，这家公司啊，是我们集团在2010年成立的这个武装押运的安保公司。安保？对。来，把这块给我介绍介绍。好。想什么呢？这么入神啊？啊，我去，这怎么打给我了呀？是接还是不接？我来接吧。喂，胖头孙，你个死胖子！文杰出院，你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啊？啊，是我。哦，文杰啊，我现在在医院呢，你怎么出院没跟我说一声呀？你身体好些没？啊，没事了，医生说已经可以出院了。我还担心你呢，给你带了好多好吃的，没想到你都走了。啊，我现在回学校呢，回学校见吧。好，我就说吧，先打电话，票给什么惊喜，先到自己了吧。你懂什么啊？万一他回学校给我惊喜呢？是，他做什么都为你着想，都疼你，行了吧？去哪儿啊？回学校等他去。重色轻友。我们这个公司呢是10年成立的，主要的经营范围呢是企业的特种物品的运输啊，安全技术的培训啊，还有就是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的这个押运等等的。哦，公司呢进入市场的时间不长，主要的业务呢都是来自于高端客户的私人要求吧。你好，我是苏子怡，是咱们清安卫达集团保安部的，也是此次押运任务的监理员。这是我的证件。这次怎么换人了呢？是押运物品的级别不同，总部派出的监理员级别也会不一样。您稍等一下，我要对你的身份进行核实。可以啊，庄文杰，你还挺讨女生喜欢的啊。你们罗队长给我出了一道题，但是有些地方我一直不太明白。我跟你说，你这个话题转的有点太生硬了。行吧，说说，给你出什么题了？那家宝云珠宝是不是出事儿了？看来我的答案没有错。身份验证通过，临时委派单也没有问题。好的。答题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宝云珠宝的安保系统是清安集团提供的，这就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新闻，咱俩一起看过，就是那个女作家保险柜被盗那个事情。怎么？你还有什么疑问吗？出于好奇，我去调查了一下这个女作家贾金妍的相关信息，包括她的出版社，还有一些网上的书评，以及她的丈夫孙同芳。这个人是清安集团的高管，你不觉得这很巧吗？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呢就是跟您分享一下我的思考，如果您不喜欢的话，我立马闭嘴。没关系啊，现在你看正堵着车呢，你接着说。我们的每一位押运员都经过非常全面和严苛的技术培训，同时我们为他们配备了一流的设备，比如说97杠1式的警用防爆枪、钢盔，还有防弹服之类的。在这一切的这些设备之中，最值得一提的
就是我们的新型武装押运车。我们为这辆车的四周还有驾驶室提供了1寸厚的防弹钢板，同时依托公司的高科技，我们为车门加装了重磅磁力锁具。如果想打开这个车门的话，首先你得拿到专用的磁卡，同时需要有随车的监理员的指纹一起上传到云端，最终在这里我们的远程监控中心发放指令，才能完成这一项操作。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种新式的押运车就是我们整个轻安防护体系中最安全、最牢固的用具。说明是你们的核心竞争力。没错。罗队长，我这么说的话，您看您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吗？哎，你们今天有没有什么押运任务？罗队长给我提供的资料里边，除了宝云珠宝，还有其他27家公司，他们都是清安的客户。但是很奇怪，为什么偏偏就没有清安集团的业务资料呢？如果这道题的题干有缺失，那么我解出的答案就可能不是最后的正确答案。你是说这贼的真正目的可能也不是珠宝公司？这我不确定，但是那帮贼能用偷书这种事情来转移你们警方的调查视线，那么偷珠宝这件事情本身会不会也只是个幌子？万一他们的真正目标根本就不是那，而是……罗队长，我们所有的押运任务呢，都是高端客户的私人需求，是属于企业的这个商业机密啊，没法说这个事情。咱比方说这个如果说这车或者这个今天的这个押运任务涉及案情，这个是不是就得跟我们讲了？这个可能，孙总。那个罗队，不好意思啊，可能有点事儿。哎，好，您等一下啊。不是，什么事儿这么急啊？刚才温先生来电话了，也不知道从哪听说我们系统被入侵的事儿，问我们任务能否如期完成。他这算什么问题呀？对，你转告温先生啊，我们的系统已经升级完成了，黑客也被抓住了，怎么就不能如期完成任务啊？他这么想就是杞人忧天。好，我去跟他说。不，那个最后一句别说啊。明白。怎么不接着说了？我都是猜的。没关系，你说说看，这帮贼的真正目的到底是干嘛？这我哪知道呀？不过应该比宝云珠宝那东西更贵，更有价值。万一呀，我是说万一他们还有电影里边那种扫描视网膜什么的那种高科技设备，你们不得注意啊？庄姐，我看你呀，就是电影看太多了。所以我说嘛，我就随便一猜。不过我要是你们罗队长，我就会去调查清安集团的业务本身，看看有没有可能成为贼的目标。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抓不着这个贼？除了就是人家有这个幕后遥控的人之外，我们到现在连这帮贼真正的作案目的和作案动机还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才在密钥终端、系统内部还有技术，包括和清安合作这28家企业，我们在这儿转，这都是外围大圈啊。那除了这些公司，那还能是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是清安集团，甚至这个清安卫达本身？押运车到哪儿了？现在正在文华路，预计最多15分钟内就能送到客户手中。您怎么突然
这次押运的货物非常贵重，一定要谨慎。孙总，您就放心吧，这个整个押运路线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不论在哪个路段出问题，警方都能在20分钟内赶到。再说这是武装押运，能出什么事儿啊？现在这个时代，也就只有傻子能够想出打劫押运车这样的馊主意了。我没有说打劫，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群贼啊，比方说我就是贼。那在我的逻辑体系当中，打劫是什么？打劫是暴力，暴力是粗活，不太用脑子的，我看不上的。那有没有可能说，我现在已经把自己伪装成了一个押运员，就坐在刚才他说的这个高级的押运车里，随时准备动手？